俄军在乌克兰作战面临的最大困难，并非是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而是缺少有经验的士官。这个教训值得重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有许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俄罗斯军队在初期未能展现出外界期望的技术优势和战斗力优势，这里面有指挥失误、装备落后、缺少精确制导弹药和后勤补给能力不强等种种原因。但是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人，更确切一点说，就是俄军缺少大批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优秀士官。近日，美国防务1号网站发表凯特琳·肯尼的文章，认为美国军队成功的关键是士官，中国也在加强士官队伍建设，而俄罗斯军队却因为缺少士官而遇到了麻烦。长期以来，作为美国军方骨干的士官，在现代战场上被证明更为重要。俄罗斯军队无法在乌克兰打出想要的战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支强大的士官队伍。在美国军队中的士官包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下士、空军参谋中士和海军小军官和更高级别的入伍军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值得信赖的专家。中国军队也正在努力培养一支由士官组成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基层领导者队伍，但俄罗斯军队的改革却似乎陷入了一种旧模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指出，俄罗斯人正在实行一种自上而下、非常头重脚轻的指令，某种程度上来自顶部的固定指令，这在动态战场上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军事专家奥斯汀认为，俄罗斯未能将空中火力与地面机动能力相结合，是由于缺乏较低级别的领导。美国民主党众议院议员米基·谢利尔表示，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表现重申了他自己的经验，没有一个强大的士官阶级，军队就无法正常运作。可以这么理解，由于缺少合格的士官和一支高素质的士官队伍，俄罗斯军队从上而下的作战指令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由于缺少承上启下的士官的领导，基层部队的行动缺乏主观能动性，战术素养也相当有限。事实证明，越是高科技的兵种，就越是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士官队伍来运作。过去有些人认为俄罗斯军队没有士官也能把仗打得不错，合同兵就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而乌克兰战争的实践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上而下的决策结构不但会造成大量的决策失误，也会延误战机。俄罗斯版的士官大多是合同兵，他们并不承担基层领导者的角色，也不像美国或中国军队那样有纪律，负责制定战术和战场行动方案的是上级军官，而不是合同兵。因此，俄罗斯军队往往需要其高层军官亲自赶往前线进行现场指挥，结果造成大量将军被猎杀。也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军队的高层军官正在负责处理下级军官，甚至原本应该由士官负责的工作。相比之下，美国军队将领导权委托给士官，任务指挥被推到尽可能低的级别，这意味着由军官给出作战目标，例如夺取一座山头、攻占一个阵地。那么具体如何完成任务，那就是士官负责的事了。在俄乌冲突的前期，俄军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了下级军官以及合同兵无法解决的问题，便需要俄军高层将领亲自跑到一线去进行直接指挥，然后就有可能被乌军炮火覆盖其指挥所。俄罗斯的将军们认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军方没有充分下放权力给基层部队的指挥人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俄罗斯军队没有士官这一层级的队伍，也没有这种文化。各国军队的士官还负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关心和帮助自己的士兵，这也是俄罗斯军队文化缺失的部分，经常有新兵被殴打和自杀的情况出现。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军队正在努力发展建设自己的士官队伍，作为其到2049年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级军队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发展专业士官队伍的计划。2013年，中国军队提出了完善士官制度的规划。中国人明白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中国的士官源自军校，也可能是应征入伍者晋升为士官。最近，中国军队大量招募理工科人才，就是为建立适应新时代作战的队伍打基础。中国军队是一支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军队，解放军正在关注其他军队如何建设他们的军官和士官队伍，并正在努力做得更好。而且解放军也有条件、有意愿打造出一支优秀的专业士官队伍，以达成建设强大的世界一流军队这个目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